Hello，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毛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年尾最后一轮满月，祖先和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以及指引？那来到了我们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的满月日。那这是在我们的射手月产生的双子满月。而在这个满月到来之时，有可能祖先和指导灵以及宇宙要派发给我们更多的讯息和指引，来指引我们跨过这个年份，来到我们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阶段。那在2025年马上就要到来之时呢，我们也抓住最后一轮满月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进行我们旧有能量的释放，来更好的调整和显化我们的愿望。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宇宙送给我们的一段能量回溯，然后能量回归和再次吸引的时间段。首先呢，祝福和希望大家在最近调整好我们的身心灵状态，并且呢，可以这样的一个空余的时间段来回望过去以及展望未来。那相信呢，在新的年度到来之时，我们都会以更好、更全新的、更加高频率能量的一个状态来迎接属于我们的全新未来。在这里提前祝福大家拥有美好的一个跨年，那在未来的2到3个星期当中，也有更美好的感受和体验，来接收宇宙给予我们的美好祝福、保护和指引，来帮助我们显化我们更高程度的愿望，来提高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美好的体验度。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和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会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帮助大家调整一下我们当下的频率和能量，进行一个净化。那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的状况底下，我们也可以闭上双眼，让我们一起来静静的感受宇宙的声音，好，感受我们身体的对于我们高我和高频率能量的呼应。好，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的疏通以及整合。大家可以缓缓地调整我们的呼吸，再慢慢地睁开双眼，来感受一下在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好，那今日呢，我们一起来连接的主题是，我们要连接这个满月的能量啊，看一下在这特别的富有能量的一天啊，我们这一轮满月是冷月 ，OK，Cold Moon。好，看一下满月连接我们的祖先和指导灵要带来什么样的讯息，赠予我们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管是生活还是灵性的成长，有更美好的体验。那当下又有怎样重要的讯息需要我们知晓，需要我们了解和调整的呢？我们也会带来祖先和指导灵给予我们的指引。好，今日呢，我们的讯息也是分3组来进行传递，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眼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所对应的参照天人使，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来进行选择和感受。好，那我们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好，我们参照的天人石是一颗藕粉色的水晶石。好，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荷花花瓣的颜色。好，藕粉色水晶石，这是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的参照天人石。好，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好，参照天人石是一颗白色水晶石。我们可以看到水晶石当中，好，有一些天然的痕迹，天然的线条，或是棉絮啊，这是我们中间1副组牌的参照天人石。好，一颗透明的白色水晶石。好，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好，参照天人石是一颗好绿色水晶天人石。好，我们可以看到浓郁的浑厚的绿色。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人石。好，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触碰和翻开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那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和连接一下祖先和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建议和指引。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粉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年尾最后一轮满月啊。这轮双子满月到来之际，祖先和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藕粉色水晶石，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是5号啊，然后我们首先看到的讯息是 Girls 成长，好吗？好，对应这个卡牌的能量是 Vaccine Crescent 3， 好吗？这是一套 Queen of the Moon Oracle 月之女王神谕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月相在当中这张卡牌当中的月相，我们看到的是新月新月弯刀然后呈现在天际上，这是一个全新发展、开放自我寻求成长的时间段。那我们看到女神正在种子上去进行它枝芽的这个释放盘根错节之后，也能够感受到它与大地和灵魂之间的连结和信号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女神非常像是大地之母的一份子，因此呢，她正在通过时间的作用去吸收养分和发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她手上有一个时钟怀表的这个样式，感受到时间已经到了。那因此呢，第1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已经到了一个正确的时间来进行成长。过去你们的播种过去一段时间你们的经历已经化为了非常良好的这个养分，让我们的种子呢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起来。你们的成长包括了身心灵上的，当然这当中也有在身体上，在个人气质和辉光上你们这个 aura 比如说光环的成长。那感受到在这个满月到来之际我们第1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会告别过去的一个疲乏、暗淡，
然后有一些自卑，或者说有一些事件无法达成，有挫败、挫折感的一个阶段。未来这个阶段呢，会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感受到有一种怡然自乐，然后木秀于林啊，我们正在很快的进行成长和拔节，我们会更加拥有生命力，然后也会阴阳平衡的去感受我们生命的活力在哪里。我们这个女神望向的是大地或者它的根，也就是很多朋友最近有可能也是你们去回溯的一个阶段，你们有可能会回溯到原生家庭、内在小孩过往的一些经历，在教会你们什么，并且呢再去拔除和治愈掉一些旧有的问题。所以这个满月也会帮助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进行旧有的一些问题的释放，让这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不再是一个困惑，会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快的找到这个转折点、支点，然后进行向上的一次飞跃。当月亮来到我们新月的这个能量波段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满月过去，到达我们1月的新月日，有可能是1月初的时候，我们刚刚跨了年，我们到来一个 New Year 到来了我们2025年的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大家会很快的发现你们的成长其实是速度非常快的，成绩斐然的，而且你们也会发现某一些事件已经到了一个对的时间点，它在发生变化，有可能也会给予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更多的机遇。所以这张牌其实是一张能量相当积极的卡牌。那5其实也是一个变化和变动的数字往往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变化以及新月能量的卡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我们等待已久的时机点有可能已经快要到来了。把这个信息呢送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那第2张牌我们看到的是那有没有很有趣？我们看到依旧是5号我们看到2个5的数字。好，这2个数字在反复的提醒我们在变化面前我们要表现积极，我们要展现内在的积极和比如说望向积极和显化积极的部分。那第2张卡牌呢，我们看到的讯息是 Wisdom of the Magi，OK， 就是来自于祭司的智慧，好，来自于魔法师或者说来自于高级智慧者的他们的讯息和传递。这张卡牌告诉我们的这个讯息什么 ？Mental clarity 我们要在灵魂上，在精神的界面上出现一个更美好的净化，以及更美好的一些证明。我们有可能会理解实相，看透一些问题的本质。这张牌有没有很多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光球我们左边的卡牌也是，这应该不是地球，应该是一颗透明的像水球一般的光球。那我们在我们这个祭司的手上也看到这一个光球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偏向于绿色的 aura然后也偏向于智慧的这个光点在我们的周围。因此呢，第一副牌的朋友，首先你们的祖先呢是非常具有智慧的，有可能是神圣阳性能量，有些朋友有可能是神圣阴性能量。你们周围的守护者，这个守护者有可能在古代或者说我们人类文明开始之前就已经做过非常有高度智慧的祭司了。祭司这样的职位呢是通晓天地的，有可能是神职人员，有可能要跟高维度进行沟通和连接，带来更多的技术智慧和信息来播种我们当下的这个文明，不管是人类文明还是其他的文明。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朋友，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祖先、你们周围所存在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在天地开辟的时候就已经产生的，非常具有智慧的，可以给我们很多保护照拂，并且呢将高度的智慧文明以高度维度的形式来进行传承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更多朋友，我感受到你们背后其实有非常具有不只是智慧还有就是丰盛指数的能量在推助大家。所以当这个光球我们看到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其实是被播种的灵魂。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是新鲜灵魂，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经历过很多，经历过一些轮回和穿越，但是当下到达了一个你们在身心灵指数上都拥有更高的能量和波动可以说是这个的 web， 或者说我们这个振动指数会变得更高的一个时间线了。那当我们这个满月到来的时候，有更多朋友你们将会得到周身的净化，你们将会由内而外的感受你们的高我、你们的灵魂在告诉你们什么，这种深层智慧的可以说是提升或者是放光，也会让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有一种全然一新的感觉。那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祖先还有你们的指导灵其实是能量非常强大的，在这边呢也正在祝福和指引我们去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蜕变和成长。这种成长其实是
没有上限的啊，我们这边没有瓶颈期，我们这边也没有说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就接近于成熟，我们就接近于不需要再去向上开拓和开阔了。所以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其实是潜力无穷和无限的一群朋友，并且在灵魂的层面上，你们也会发现啊，你们在追求的东西是更加广博、广阔和更加高维度的。这也是在智慧上的一层提升。我认为在最近很多第一副牌朋友会完成你们整体脉轮的疗愈，不管是哪一个脉轮，从海底轮到你们的头顶轮啊，这个所有脉轮有可能会贯通和疗愈。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在整体的磁场上变得更加强，好吗？更加的丰沛，更加的丰厚，吸引到更多我们需要的人事物和帮助我们的能量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支撑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体系啊，最重要的能量就是智慧的光和智慧带给我们的疗愈信息了。那当中也有智慧带给我们的进化 ，OK。所以一些朋友在最近这2到3个星期会感受到强烈的你们的周身在被净化，这个震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们是会有反应的。下面我们看一下祖先和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直接去连接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Nin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我们看到金币9号的逆位，看一下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呢？ Princess of Wands， 好，权杖侍从的逆位啊。这边我们看到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我们遮挡一下我们的圣杯3号。好，讯息是什么？Eight of Cups 圣杯的8号，好 Judgment in reverse 审判牌的逆位。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把这个讯息呢集结一下。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的正位， 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Magician 魔术师的逆位，好 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侍从牌，好 Six of Pentacles 金币6号，好，这张牌上面有Material Success 物质上的丰收。这个信息很明确啊，大家看到有可能有正位有逆位的卡牌，会有一点紧张惊讶然后我们的这个读牌方式，我们连接的方式其实是从每一张卡牌当中好去贯通这个讯息，把这些字和这些句子连成一个文章一个篇章。所以不管是正位还是逆位的，其实带给我们的讯息都是片段式的然后这个是 Starcy 读牌的视角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也就是说，其实逆位不一定是坏的信息，那正位不一定是好的信息，我们要看一下整体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一组朋友，我们得到是什么样的一篇文章呢？我们得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总结性的信号呢？在过去就有的这个世代，因为我们刚刚到达水瓶的世代我们可以说把2024年当成一个新世代和旧世代的转折点。而且这个时间点刚刚就在我们的11月发生和完毕，所以当12月12日我们进行新的信息能量整合，打开了一个神圣的 portal12月12日神圣的大门开始之际，连通了我们这一轮满月。我们看到圣杯8号上面有一轮满月在给我们第一组牌朋友释放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你们可以去脱离物质上的一些焦虑，你们可以去脱离旧有的去创造物质，然后跟物质打交道，并且依赖比如说经济依赖三维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在新的一个能量到来的起始点上，第一副牌朋友不要忘记和放弃跟周围的合作，你们周围有非常强烈的高频率高灵性或者是高能量的人事物将会出现在你们的世界，而且会以全新的方式到来。如果在过去一个阶段呢，第一组的朋友失去过什么，不管是工作合作机会还机遇等等，那在未来我看到非常快的一段时间，半年之际，宇宙就会给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派发信号，你们在等待的，你们在实践的，你们在当下甚至还打算去坚持和创造一下的事情会有
翻天地覆的180度的大变化。而且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会有比较好的受到贵人指引的运势以及偏财运，这个财运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一些朋友当下你们亟待一些机会去解决金钱上的、债务上、经济上的困扰，在未来半年当中会有一些奇遇，会有一些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好消息帮助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在最近这段时间经历了人际关系和人事上的一些离别，这个离别代表在岔路口，在这个三岔路口，有一些人会选择往左走，有些人在选择往右走。那跟我们有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合作陪伴的人，不管是同事啊，然后友情关系还是恋情关系，都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转折。这个并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和掌控的，但是相反啊，这个位置的空缺，那不管是同事啊、亲密关系、人际关系还是亲情关系啊，在未来都会用更高的一股能量啊将它们取代。所以这个取代其实并不是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多么的冷血，或者说你们在用一种优胜劣汰的方式去趋利避害。我认为其实这是大自然的一种选择，这是能量的一种选择，支持我们的能量会自然而然的留在我们的世界，并且更加的丰盛。如果无法支持我们能量，会以他们的方式慢慢的消逝，或者慢慢的被消化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的能量。所以这是一个阴阳的转动。在阴阳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不需要做更多的判断，我看到宇宙在帮助大家做非常好的一些调整和选择。而金币公主和我们的主牌其实这个不管是形象还是能量都是非常像的啊。这个告诉我们的是一步一步来，并且呢尊重一些事物内在的发生规律。那如果当下我们处在要重新变化事业、重新选择机会、重新去积攒我们的金钱、重新建设跟人的亲密关系的阶段，我们也可以重新去等待，以及重新去给出一些奉献等等。因为没有关系，第一组牌朋友，你们所有的奉献和等待都会在对的时间呢被予以回应。我看到祖先和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第一组朋友亲爱的宝贝们，亲爱的孩子你们可以放心的选择 surrender， 你们可以放心的去臣服，放心的去放手，让一切事物以它的方式发生。如果还有一些事情你们是放不下，或者是没有办法去调整，心中有万般无奈，有可能这代表了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控制机制，我们想要去调整和操控一些事物的欲望会障碍住我们，障碍住一些事情以它的方式发展。因为我看到在你们的手上仿佛有一些旧的事情或像流沙一样，这个旧的流沙、旧的时间是必须要流下去的，必须要流逝掉。我们第一组牌朋友需要调整出你们的空间，让旧的事物自然而然的消逝，自然而然的腾出来更多的空间给我们新的事物的发展以及播种。我看到有一些能量看起来很像是我们那个俗语旧话，真的是一对一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每一个事情它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发展的时间段，以及它内在的规律。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们需要不再阻挡任何事情的发生。有些朋友会说，哇，我真的在心里边非常的不期待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这工作会不会越做越不好这个产业会不会越发展越不好，或者说会有一些人的离散比如说有一些同事，我们喜爱的人，我们爱着的对象仿佛在发生质的变化。对的，有一些事情在变质，有可能这是我们之前喜欢的一个工作，好一个合作状态，一个曾经丰盛、富裕和繁荣的状态，但当下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也就是说，有一种由新到旧，然后由兴旺然后到落寞的一个状态。大家有可能见证过某一个事物，比如说是事业行业或者说亲密的关系也算比如说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但到了现实面前，到了物质面前，有可能这个人或者说我们都不得不拿出我们的姿态，因此会产生对冲。良好的关系会有聚散离合，我们经历的成住坏空。那宇宙在告诉我们，在经历这些的阶段里边，我们才达成了真正的成长。为什么？我们看到了空性本来的样貌。本来无一物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有可能本身什么都没有，通过我们新的演映显化和造化出了种种的像，我们有了种种的经历。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用一如既往的方式去虔诚的经历然后你们想要去给予，或者说你们觉得你们是给予派的，有些事情你们没有办法去放下，有些人你们没有办法去放下，你们尽可以去继续投入能量，但是在
我们的心态上，在我们内在的状态上，你们会有更强烈的、更明确的、更加清晰和果决的信号，让你们理解当下你们在经历的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其实第一组的朋友，出现了命运之轮牌，代表了一些坏的事物在金币九逆位的底下，看起来一些事物是不好的转机，看起来一些事物在消沉、消融，在变得消极。但是呢，恰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也经历了，或者说我们也面临了一种百废待兴的非常好的一个新的状态。有很多事物会在未来的半年当中快速的为我们第一副组白朋友聚合。那出现了圣杯八和 Judgment， 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选择放弃，你们有可能会想要去放弃内心当中最后的一点希望，或者说你们觉得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应该麻木的过下去啊？宇宙和指导灵在告诉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机会大大的有，你们的能量也大大的有，其实你们能量是无限的，只要你们的心轮愿意有这个自净机构啊，自净的机制啊能够去产生这个自我进化的机能的话，你们的能量场其实是无限的，而且你们的成长空间也是无限的。所以我看到很多第一组的朋友在最近这个时间段需要去调整一下。我们在说的这个调整是心境上的，然后也包含了去看透一些事物本质的状态，失去就失去了，我们对这个有一些比如说 game over 的场景啊，不再去执着，我们华丽的转身去迎接新一步的计划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有个别的朋友看到宇宙仿佛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已经进行完了某一种判罚和梳理，所以你们有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和结果呀，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事情它的收尾是什么样的，因为出现了审判牌的逆位，或者说有一些生命在慢慢的消逝，在离开这个世界，三维世界啊，当然我们这个灵魂是不灭的，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往前去可以说接受所有的因果业力，接受未来的安排，这个安排其实是我们自身产生的。因此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看到了这一切之后，反而会产生更强烈的希望去奉爱奉献和无条件的慈爱这个世界，这是你们内心慈悲的一个种子。所以为什么宇宙要让你们去看到这些呢，而不是别人？或者说有一些事情会敲打的你们的心房，会让你们有一种不可控感，会让你们在某一个阶段产生情绪和失去某一种主动性呢？原因在于你们的心在洗掉一些尘埃，你们在变得更加轻装上阵，而且这个能量将会变得更加浑厚和圆融，这个是你们成长必经的阶段。所以我看到祖先和指导灵在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在给予大家希望因为希望真的就在前方。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追加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好，我们耐心一下等待卡牌给我们信息。 Seven of Pentacles， 我们看到很多金币的卡牌，这个有可能是关于我们的经济，关于我们的财富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关于我们在物质上的 Ten of Pentacles， 全都是金币牌金币10号的逆位我们继续洗牌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到我们。Nine of Cups， 圣杯9号。好，我们整理一下我们的卡牌，再抽一张。好 ，Justice， 很不错有什么第一组朋友吃过苦的，有可能你们内心里边是受过煎熬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这个苦不一定是在物质上，有可能是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爱情上吃过苦的。这个苦代表什么？这个苦寓意着，因为阴阳是相掩映的有苦一定有甜。首先当我们吃苦，当我们费了一定的体力，当我们辛苦劳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命运之轮牌和圣杯9号，恭喜大家，甜就要来了。也恭喜大家这边有金币6号和正义牌，都是有这个好正义女神的天平在上面你们将会被非常公正的对待。所以过去无论你们付出过什么，看似你们在某一些游戏规则也好，条款条件里边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程度的资源，甚至你们曾经流离失所过，你们曾经会有一种有能量无处使比如说在这个工作和大的组织企业当中，你们有可能不得不委屈自己，进行一种谦让，进行一种
付出奉献啊，进行某一种团结，这并不是你们想要的。但是相反，宇宙当看到了你们的谦虚，看到了你们的真实，看到你们真诚之后，会给予你们非常强烈的机会和条件去翻越当下这个局面。所以在未来啊，当下是12月，马上到1月的这个阶段啊，当下这个满月的到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上一个阶段所苦苦支撑的，所吃的苦，所受的委屈，大体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有些事物不会再重来，有些委屈不是白受的，也不会再受一次。不过这个能量回收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一些朋友在之前的10月已经回收了一部分能量了，就是你们会被重新公平的对待，你们有可能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机会，有可能在财务的状况顶上，你们也遇见了还不错的一些调整的机会等等。如果在当下还没有，那我们这一场试炼有可能还在进行。那在未来的半年到10个月啊，9到10个月当中，你们一定会得来机会去解决这个长足的问题的。所以我看到其实宇宙在给大家非常积极的一个面向，去指向了某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可以用虔诚、认真且积极的内在可以满足自我满足的一个状态去面对这一切。有些朋友会说，我在比较匮乏的阶段如何自我满足呢？心态上的满足可以影响外界，所以说一切都是我们心的照应啊。内在的满足会让匮乏感消失和消退掉。所以我认为一些朋友，这是你们修心和改变内境的一个重要阶段。你们不是匮乏的，而且宇宙会给予你们很好的机会。特别是在过去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总是有一种生不逢时机会不在我们的身上好的机会总是被其他人抢走，我们有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我觉得你们是绝对会被看到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成长是为什么？是让你超越平均水平，让你超越你曾经羡慕甚至是应该去超越的一些人你们会有质的超越。就是这个超越，我认为是没有任何商榷、通融和比较的空间啦你们就直接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 C 位，就是主角，就会发光的一个状态。再者就是我看到宇宙的智慧是教会我们在一些逆境当中学习如何修忏悔或者说对我们过去所制造出来的一些念头，这个念头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贪婪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欲望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嗔恨比如说我们嗔恨一些不公平的场景等等，我们会通过内在的净化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调节。所以内在的净化这个功课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说忏呢？忏是一切的源头。当我们愿意让这个水源变得干净，当我们愿意将我们所有的这个有可能是6根6尘我们在这个3维世界当中有5蕴我们有贪嗔痴慢疑等等全部去理解到的时候，我们都并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忏悔，去 say sorry， 去改变。我们去理解和意识到这个事情是最宝贵的，这个是所有的经历都换不来的，就是愿意去由最纯净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切，你们将会回归到本源。所以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当中，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拥有新的能量，你们也将会承载新的能量，你们将会是给予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就是说，其实从你们的身上可以去发生成长然后变化的事情非常多，你们其实是这个变化本身一些朋友会问，如果我在寻找工作，我是这个工作本身吗？或者说我在寻找金钱的机遇，我是金钱机遇本身吗？答案是 yes。只要你们的内在出现了就像这个源源不断丰沛水源一般无限的爱和无限的信任，你们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你们想让这个事件发生成什么样子，宇宙都会给予你们最大程度的支持。好在这个因果，然后在这个宇宙的平衡法则范围之内，最大的支持是属于你们的。第二点，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在10年磨一剑我们看到这边有怀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侍从牌。一些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很慢到你们都要放弃了，慢到你们都已经变得佛系了，慢到你们已经快要无欲无求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真正的极大成者。这个事件呢，会以非常高质量的方式飞速的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完成它的构成。所以当命运之轮和正义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很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经过了这么多的金币的这个挑战，10年磨一剑，然后你们有可能经历过了一些
超难度级别啊、地狱级别难度的一些挑战等等，最后呢集大成，成为了这个行业啊、这个事业呀，或你们个人形象本身的一个非常好的经营者。我认为你们在未来是会被人看到的，而且祖先和指导灵呢会支持你们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要你们有正念，只要你们这个念头是善的，你们调整过来就有的一个比如说看待这个问题的模式和想法，这一切将会以你的方式去发生，因为时间也快到了，是对的时间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是情感上，大家也会问我是这个情感本身吗？我爱一个人，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爱我吗？我看到其实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在爱情上也属于付出方，付出类的啊，其实工作上也算是付出型的。那我们为什么会喜爱付出呢？追根究底是你们的内在其实是喜爱去给予，也喜爱用同样的方式获得的。有的时候我们无条件的默默无闻的在给出什么，其实是答案就是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爱和被给予，这个一定是我们内在功课和内心小孩需要爱的模式产生了一定的饥渴，产生了一定的匮乏感，让我们呢被促使被迫使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爱情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们需要找到跟你们非常相辅相成的人。当然我看到有个别的朋友，你们遇见了真爱，但是两个人会有现实问题。也有些朋友呢，你们在真爱当中也遇见了有可能是现实的身份啊、家族啊、文化背景等等等等的考验和考核。我认为这场考验即将过去，你们将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就在这个水平的时代它会有飞速的变化。我们的这个三维世界呀，然后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啊，一些事物的组成的原理和组成的状态都会发生飞速的变化，更何况是看似是打不破的一些制式和一些规则呢？这个当中其实体现都是人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你们周围的人将会逐渐的产生改变，让你们所面临的感情问题并不是那么的困难了。那并且呢，有可能更多朋友在未来的这个阶段，我看到是9到10个月，你们将会有机会遇见非常相辅相成的人。这一次你们的爱情是好1比1的没有更多的需要你们去给的，也没有更多对方在比如说亏欠你或对你亏欠的。我认为有些朋友你们将会迎接正缘，而且这个正缘是正面业力 good karma 去产生的。有些朋友我觉得在今年如果你们挥别了什么不要回头头也不回的先离开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头也不回的离开，并不代表你不会再重新获得它，你并不会再重新的获得爱情，你没有去丢失任何东西，只是在你头也不回的这段时间，有可能这个事情将会按照你的形式和方式产生还是一样质的变化。这个满月对第一副左牌朋友来讲还是蛮重要的，而且我看到有很多好的事情正在构成和发生。如果一些朋友在最近转职了，然后离开了某一些旧有的人际关系和合作，你们当下正在为金钱和未来的合作去担忧和考虑，很快的过了这个满月，有可能在未来的9到10天很快我们这个年尾之前，有些朋友是过了我们的新年呢，就是过了我们的新年的比如说1月的前半段我认为在未来的4周之内一定会产生非常正向的变化，让我们第一副左牌朋友看到新的一个年度，你们可以去往哪个方向努力和投奔一下，你们将会有非常丰厚的收获。这个是物质上的，也是个人的身份形象上的，也是你们在经营的，有可能是生活、生命和情感上的。这些变化都是正向的，会让你们满意的。从圣杯8到圣杯9，我们从一种失落和一种寻寻觅觅走向了一种内在的充实。通过这种调整，我们离开了，或者说已经完全的不再重复旧有的模式，这就是审判牌逆位的一个意涵。那我们看到正义牌和金币6就是付出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我们以一颗纯洁的纯净的初心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内在的智慧也会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什么。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追加的信息要给到我们。如果在金钱上有问题就是面临到一些债务问题和一些焦虑的朋友，你们需要修你们的太阳轮和脐轮。这个部分呢，会教会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如何去面对竞争。其实在三维世界里边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个机制想要去下意识的抵抗
比如说匮乏，或者说大自然里边的一些危险，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优胜劣汰呀、弱肉强食的一些自然法则啊。我们在对抗这个自然法则的时候，自然而然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感。这个恐惧感其实是让我们去趋吉避凶的，去离开一些危险的状态，而不是呢反复的让我们去沉浸在恐惧里边。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如何去应对你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这个是未来一个阶段大家需要去向内去寻求的。你们的太阳呢会给你们一切，会给你们胜利感，会给予你们喜悦感，也会给予你们很强的自信心。你们在一个很强大的保护罩之内，所以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尤其是你们这个指导灵家族当中的女性神圣阴性能量会给大家很多。大家可以去连接一下大地之母啊、绿度母啊、圣母玛利亚呀我们在对大乘当中，我们看的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是温柔而慈爱的女性形象。好，这些形象会让我们第一副左白的朋友内在的焦灼这个像是被五蕴炽盛嘛，被火烤的这种焦虑感慢慢的融化掉。当它融化掉之后，你们会发现其实恐惧的背后什么都没有，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我们的这个本心在。而且恐惧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关卡，当大家过关之后，你们会发现一些事情也顺利过关心过关了，相就消失，还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当我们的心里不存在这个纠结，这个纠结的事件本身就被解决了，不见了。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好，从星座上来讲，我们第一组火象星座牡羊、射手、狮子座；土象星座摩羯、金牛、处女座。这边有天秤座的朋友，各位朋友水象星座呢是一个参考。我们看到这个天蝎座的朋友在这一组，或者是冥王星或者说冥王能量比较重的朋友在这一组里边。当我们冥王星重新的回归到水瓶，并且向前去可以说顺行在这个水瓶的世界里边一览无余的进行发展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们会去见证一些历史，见证一些改变。不过我认为你们的内在是过关的，还有只要让你们内在过关了，成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们早晚都会来到你们需要的这个界面，你们需要的这个维度。我看到你们的祖先和指导灵在支持我们第一组的朋友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方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第一张抽到的还是这个 Judgment 审判牌。审判牌在告诉我们的是Soul searching will bringing inner peace。 好， Soul searching will bringing inner peace to many areas of your life。 好， Stacy 就略读一下，粗糙的读了一下，我们就翻译过来就是灵魂上的内在的寻求，或者说一种内观灵魂上的内观会给我们带来正向的内在平和。这个内在的平和和平衡感会作用在我们人生的种种的领域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呢发生质的飞跃和变化。出现 Judgment 这边我们也有审判牌的逆位。我们把这个卡牌拾起来我们这个审判牌移动了一下。为什么移动了一下？从这边出来我感受到很多朋友其实在你们的人生发生转折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事情扭转我们的三观，有可能有一些扭转三观的事件在这个三维世界不停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反而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里边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价值观念和内在的，有可能是内在的疗愈体系了。所以这个 soul searching 也代表了你们在连接你们的阿卡西去寻找一些事情的答案是什么，你们在连接高我去寻求一些事情的答案。比如说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三维世界有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个答案是永恒的，是宇宙的一个充满爱的温柔的震动，在告诉我们你要拥有内在的平衡感，这个 inner peace 非常的重要。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不会变动的是你的本源和你的心。就此呢，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根当我们有了我们的根的时候，无论外界风吹草动的，还是滚滚的巨石，还是天雷在震响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其他众生共业所导致的，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一定会看到的改变。但是我们的内在
一样，没有尘埃，纯净，而且呢，可以平衡的、平静的接受这一切。你们的每一个领域都会发生着平衡的变化，相对于外在的一些巨大的纷争啊、改变，你们内在反而会越加的沉静。好，这样的一种变化会到来。那这个到来是在我们这个心流的时代啊，这个水平的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心法。我们第一组朋友就已经这么快速的掌握了。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祖先和指导灵给我们的卡牌什么 Hermit 隐士啊，其实我们这边看到的反复是一些修行大师，这边有看到是祭司牌啊。其实祭司牌也是像是教皇牌一样，或者说 Magician and Hierophant 教皇牌和魔术师牌的结合。这个卡牌告诉我们 Retreat and Recharge 啊，你们需要时时刻刻的为自己补充能量了。大家可以冥想，可以打坐，大家可以在内在去寻求这个你们和你们高我的连接。然后这一切将会被以光的方式啊演映到你们的世界当中，你们将会被光的能量所保护。所以我看到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的个人修行和个人的成长上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来遮挡一下。好，不管有什么事件撼动了我们的三观，或者说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动，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将会以更高的形式被重建。那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的内在也会，我们看到都是内在智慧，有没有？隐士牌呀，我们的阿卡西啊，我们的高我的声音等等，你们内在智慧会告诉你们一切。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在智慧上，你们已经是白金级别啊，你们已经到达了非常有就是充裕的能量，而且可以去引导和帮助周围世界这样的一个级别了。因此在未来呢，你们的成长的空间还是一样啊，是无限的。而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往往只是一个入门的课题罢了。这个课题会引向我们深入到内在。一些朋友在最近这2到3个星期，不要忘记了去休息一下。然后如果我们喜欢打坐、喜欢冥想的方式，就是让内在空下来啊。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素食啊，或者说饮用一些比较干净的水源。如果在条件允许和大家喜爱的情况底下，也可以轻断食几个小时或一阵子，去感受一下我们内在这个能源重新被充足，重新发生变化的整个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我看到祖先和指导灵其实非常肯定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的功力啊，我觉得你们一定在这个过程里边可以悟得到，通过你们的方式就可以了，好吗？这就是给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全部的讯息啊。By the way，我们这边看到14号这个数字也是5，有没有？我们看到3个5在这边啊，所以我看到天使和指导灵也在保护大家，在变化的过程里边安好，一切会以你们想要的方式和需要的方式发生更美好的组合。祝福大家在最近这个阶段呢，也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祝福大家在最近这个阶段能够去感受到我们内在源源不断的这个高能量的注入，帮助我们去发生新的成长和新的转变。在任何时候，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启程都是不晚的。你们也将会看到啊，如你们内心所期待的一些景象，将会在你们3维世界当中一一发生。你们是值得更好的机遇的，因为灵魂在非常充裕的给予你们这样的答案，一切都是可能的。这个答案是 yes， 好吗？ OK，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连结，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2副组牌一颗白色水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年尾最后一轮满月，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满月到来之际，祖先和指导灵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2组的朋友们。好，对应一颗白色水晶石，我们首先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第2组的朋友，哇哦，我们看到的是 Wolf Moon， 没有狼月啊。在我们这个金灿灿的满月之下，能量场非常的巨大，然后我们这个狼或者是狼人正在抒发心声。好 ，hunger， 饥饿感。这一轮满月我看到能够打开我们第2副组牌朋友的喉轮和心轮，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啊，首先是我们在诉求和需要以及渴求的是什么，我们会正视这份渴求，不再压抑自己。当我们看到这轮圆圆的满月的时候，也代表了这轮月亮很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它会启发我们在未来去为了我们的内在渴求做出正向的变化，有可能是开始付出行动。我们开始会在某一个千钧一发之刻啊，做出某一种正向的判断。
Hunger 也代表了这轮满月会引发和连接出，就是可以说是引出我们内心最深层次的欲望。所以这个欲望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当这个欲望爆发的时候，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的是什么我们需求和渴望的那个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事物会明确的产生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也让我们去正视和接纳自己当下的存在。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很高程度的开始去接受自己，然后你们会开始以本我的这个形象去展现给世界，所以真实的你呼之欲出。在整个这轮满月出现的时候，我们抽到这张卡牌也是一颗满月牌，我们抽了一套 Queen of the Moon Oracle 月之女王神谕卡。那月之女王神谕卡在告诉我们什么？第二组的朋友不必再掩藏我们内心当中深度的渴求了，就在当下，你们完全可以展露自己，不管我们有还是没有拥有在未来你们会发现这种自我的理解、自我的沟通和明示，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关口，让我们在最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可以去理解到，首先是内心诉求，再者就是理解到我们需要怎么做。29号这个数字其实也是一个连接高我的数字，连接扬升大师的数字，所以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会通过祈愿祈福连接祖先和指导灵的方式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沟通。好，这个能量很通达，感觉蛮畅快的。第二张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副牌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抽到的是11号。By the way， 这个2+9是不是11号？所以这两张卡牌其实在体现的同一组信息emotional desert。 好， emotional desert， 内心的荒漠。我们看到这个荒漠正在被太阳照亮然后我们这个沙丘的这个形状蛮像是一个金字塔的，然后很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荒漠中有水源，还是蛮丰沛的Inactivity Isolation， 在当下有一些朋友你们处在并不活跃或者说没有做任何事情，你们在孤立自我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有些朋友你们在正常的去进行工作和生活，有可能我们的现实3D 世界的一些东西没有被打扰和干预，但其实在情感和情绪上，有很多朋友在跨越这个满月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内心当中还是一样缺憾是什么，让你们情感疲惫甚至麻木这个部分在哪里？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空白键空档，给自己去进行内心的一个疏解和舒压。有更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发现你们内心这个沙洲在哪里，沙丘在哪里，你们会发现这个水源在哪里。所以什么可以去拯救你们，什么可以让你们感受到成就感胜利感，什么是你们当下最渴求最需要的，在最近这两个星期你们会很快的发现，而且很快的去寻求到它。有可能一些朋友这个寻求是需要时间的，比如一些朋友会说我的寻求是需要比如灵魂伴侣，我有可能需要很明显然后很能够去支撑到我，让我感受到存在感的事业和发展前路。我看到当这个目标明确的时候，你们会不再处在一个内心荒漠的状态，你们会看到的是水源，哪怕有点远，哪怕有几步的距离，你们不再会很大程度的去孤立自己。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有大志向的，是有野心的，所以在某些时刻你们必须要去隐藏你们的行踪。也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会在最近这个时间段有点离群，有点孤立，原因在于你们需要这个时间去缓解，去寻找自己，去释放你们内心的压抑和情绪，而这个时间点恰好在这个满月的时候到来了。我认为宇宙在支持你们看到这一点，而不是忽视这一点或逃避这一点，或我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很快乐。相反的，当我们看到这个 emotional desert， 我们情绪上的沙漠，我们有的时候会麻木，我们有的时候会疲惫，有的时候会孤立孤单的时候，能看到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智慧的源头往往产生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扬升大师修行者，在他们最可以说是孤寂甚至最失败、最 down 最失落的时候，能够遇见真理和智慧。我相信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也是一样的，这一切的安排一定有它内在的安排并且呢，你们可以去尊重内心的声音。
打开你们的渴求啊，打开这个大门。我相信在未来你们会，我感觉到你们应该会直奔主题啊，会直接去为了这个渴求，精彩的向前突破你们的生命，精彩的继续活着。好，有一种能够活着的感觉，而不是麻木的感觉啊。下面我们看一下啊，祖先和指导灵的讯息是什么？我们开始洗牌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arot 给我们什么样的具体讯息呢？虽然我们的主牌能量已经非常强烈了啊。第一张 Two of Pentacles 星币2号，第二张 Page of Pentacles 星币侍从牌， Six of Cups 圣杯6号的逆位， The Emperor 国王牌， Four of Wands 哇，好消息！第二组的朋友啊，你的世界有好消息。那下面我们再继续抽牌看一下 Five of Cups 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骑士圣杯5号，好 Judgment 审判牌，看一下祖先和指导灵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看到 The High Priestess in Reverse 逆位的女祭司牌， Three of Cups 圣杯3号。好，我们的牌尾是月亮牌的 Moon。好，这个满月带来的消息对我们第二组牌朋友来讲相对非常积极啊，相当的积极啊，可以这样说。从何说起呢？这个积极的能量啊，首先我们就直接来报好消息好了。出现了国王牌、权杖4和审判牌圣杯6的逆位。你的祖先爱着你的祖先，希望你结束孤独的旅程，希望你的人生未来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归属，可以有人陪伴，甚至可以回归到一个家庭和群体作业啊，丰盛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第二组的朋友，这个孤单的单枪匹马的我们这个荒野孤狼的一个形象啊，就此可以结束了。当然呢，我们实现这个家庭的圆满或者说聚合，然后实现这层好运啊相聚，有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吧。比较快的朋友呢，在明年的4月之后就是未来半年之后。慢一些的朋友呢，未来3年到4年之间大家可以根据你们当下这个年龄状态来看大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速度，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来接这个好运，来接这个安排。那我看到很多第二组的朋友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呢，你们会觉得这跟这个三维世界的连接是有点如履薄冰的包括你们当遇见了一些亲密关系的对象合作对象都是这种亦敌亦友的状态金币2号亦敌亦友，相互去防备着对方，同时又可以相互去跟对方 share 和分享。这个有可能其实是三维世界更多的缘分和更多的一个碰撞组合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的合作，我们的恋爱，我们跟周围的关系，甚至是我们跟原生家庭人的关系，都是这样的。这个防备其实代表了一种无名，我们不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缘起，有什么样的发心，有什么样的念头，甚至我们会因为有一些朋友你们洞穿了对方这个念头而产生孤独，产生沮丧焦虑就是对方原来是自私的，对方原来和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一些事情我有可能不得不自己面对，我要去放逐自己，或者说我不得不面对我内心当中的脆弱，不能让对方看到。我认为其实第二组朋友你们非常坚强哪怕是一个人我们说孤军奋斗孤军奋战，也基本上都可以达成人生当中很大的好成绩。但是还是一样不管是在荒野当中，还是在这个荒原当中的狼，还是森林之王，还是说我们这边的牌有鹰的形象还是说穿梭在天空当中的大雄鹰，都会有飞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驰骋累了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应该往哪里去归属？那个港湾，那个温馨的地点在哪里呢？宇宙和指导灵会为大家安排。那从这些牌里边能够感受到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对于旧有的一些人过去2年或过去的2-3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一点心有余悸，有点余温，或者说你们还在去回味以及咀嚼这个事情本身给你们带来什么。我认为有些朋友你们经历过的有可能这个旧的感情对象，或者说一些旧人来袭了，去震撼和震动到了大家，让大家要重新考虑旧有的一些问题。你们有可能在情感
或情绪当中要再一次的沉沦以及就上升啊，比如说沉沉浮浮一下。但是没有关系，宇宙和指导灵还有我们这个祖先在告诉我们第二组朋友的是，过去出现的这个 Judgment 和 Six of Cups， 过去可以封印在你日记的上一页，你们可以翻开下一页。如果一些朋友这个沉浸的章节是让你们很感动、很喜爱、很不想离去的，祖先和指导灵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世界里边会创造出全新非常欢乐的这个局面，而不是哀歌或者说悲剧留给我们就是震荡我们心脾的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作用。当然悲剧有它的美古典悲剧里边都有能够去就是流传至今它的原因在于什么？能够震荡我们的心脾，震荡每一个人的情，动我们的情了，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释放能量的。其实释放能量终其结果是什么？我们有可能会沉沦和沉浸在那个状态，浮不起来，或者说走不出来，或者说我们会遇见这个 emotional desert 情感的沙漠，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更丰沛的东西，更丰沛的水源了。而当下这个阶段，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结束沉沦，你们可以翻到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而上一个篇章的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美好的情绪和体验，这些似是而非的，甚至跟前世相关的体验，全部都是你的阿卡西里边很美好的作品，很美好的标本和记录。当然这并不是你，第二组朋友你可以是任何一个状态，你可以是新的你。好，旧有的一些状态和模式如果困住了你们，宇宙指导灵和我们的这个天使也都在告诉我们，你们其实值得我认为是在 3D 世界当中更加 grounding 的存在，因为这是你们致力于开发的。所以当这个满月到来的时候，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看透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你们不再让自己处在一个情绪徘徊、纠结、拉扯然后和让自己内在怀疑的一个阶段，你们会跟宇宙展露出你们的心声，什么是你们想要的，什么是你的真我，并且踏实的去创造和取得它。我认为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内在更加充盈，然后你们会重新的走向世人，走向人群，有可能在内心我们会给自己留下比如说比较自我的比较 private 比较私人的然后比较有余裕的一个空间，但其实在三维世界当中，你们可以体验的精彩以及跟人的美好的交集还在继续，以及会越来越多，或者说会有更加精彩的篇章等待你们。那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要补充给我们的信息看一下Devil Universe 逆位的恶魔牌 Six of Swords Strength 力量牌 Eight of Wands Three of Wands 好，这些牌一起飞出来那很明显呢，就是我们这个卡牌在告诉我们，在未来的1个多月，过去看似没什么可能的，已经能量要用尽了，或者说让我们已经用尽了心力心思去创造并没有结果的一些事情，会非常快速的被解决，而在你们的意料之外被解决，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强的信心去看未来，去显化未来。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如果最近你们会觉得哇，我挺绝望的，或者说我蛮失望的，我对这个三维世界要怎么往前去走暂时失去了一定的勇气，暂时失去了兴趣等等，我们这个微微这个 depression 有一点失落的一个状态将会结束。我看到在1月以后现在12月吧，1月以后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整体状态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调整，阳性能量将会进入。这边有Emperor 国王牌，这边有 Strength 力量牌。不管是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的朋友不管男孩子女孩子，我们来到这一组，其实你们会发现你们会更加积极阳光和活跃的对待你们的生命，然后你们会为了你们这个积极阳光和活跃去付出行动，然后去体验和为此而负责。所以比较遥远的一个未来，我看到你们将会出行，你们有可能将会有跨行业跳跃的打算和选择，有可能在这个路上你们也会遇见能量非常积极和耀眼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将会纷纷扬扬的涌入你们的世界不管是合作伙伴、情感关系，还是说能够去点亮你们的友人，有智慧的
启迪者、建议者、贵人等等啊。当然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自身就是自己的贵人，你们自身为贵人。过去啊一个僵持的敌对的，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被排斥的一个阶段，在这个12月尾就已经过去了。当这个满月出现的时候，未来来看这支影片朋友也是一样，未来的2到4个星期我们可以很快的体会到周围的环境正在变得友善。我们的内在这个敌对心啊，就是我们怎么观察环境在变得友善，有的时候我们是观察不了的。看我们的心态，看我们的感觉，凭着你们的直觉去建立这一切。我认为你们在内心当中首先是有底的，因为你们的背后有指导灵和祖先的帮助。第二点就是你们可以去看到一些事物积极的层面，而不是消极的。我们这个沙漠有2面，有这个荒野，然后有这个绝望的这个有可能是沙尘嘛，我们也有灿烂的阳光和美好的水源。所以在这个情感荒漠的这个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也可以去就对境来进行显化显化我们想要的，看到美好的，去想要这个美好的东西出现。因此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在未来比如说当下12月，未来的4月开始，3月到4月期间吧，有些朋友你们就将会走出这个固定的格局，困住你们的格局，阻碍你们的格局，或者让你们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甚至在经济上，在物质上，然后被动的一个状态将会解除。我觉得这个冰封有可能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遇见这些问题有可能有很多事件的牵连，花了很多年走到当下这个状态，有可能这个状态是不好的，但是呢还是一样解除掉这个冷冻，解除掉这个冰封的状态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看到这几个月里边你们将会发生蛮大的变化。很多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还是一样出行或者说移居迁居或者说朝着你们内心的梦想进发一步。我认为热血去追求什么，在你们的事业当中是成立和可行的。你们可以成为这个热血动漫的主角，你们可以成为你们世界当中的王者，你可以成为去显化你们成功和成就的天才。我觉得你们身上是集权力，然后丰盛还有力量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不管阴性能量还是阳性能量来这一组，其实你们的身上有神圣divine feminine and divine masculine 神圣阳性能量和神圣阴性能量的源头在。所以你们是男神和女神的一部分，你们也是这个星球非常重要的实现能量和体现能量的一份子。你们未来的旅程写在你们这个显化书上所以这朋友如果你们在显化写感恩日记的话每一字每一个你们要显化的这个条款其实都是一个契约，在未来会达成的。有更多朋友在未来你们会看到合作的机会，有人会对你们伸出橄榄枝，一些很好的合作和很好的成长机会将会体现出来。还有什么？如果在最近打算做一些创业打算在金钱上丰收和成就的朋友，有可能一些合作关系是你们需要去瞩目的。这些合作当中有可能会有一定的敌对和竞争，暗箱的竞争。如果有些朋友觉得我在职场上总是有点落寞，我总是好像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机会，答案其实很明显你们有更好的发展机遇在未来。有可能当下这个争夺只是一个 sign， 一个标志，在告诉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体现的成长和拥有的东西是更多的。保持这种饥饿感，然后保持这种就是说有远见和有先见之明的一种王者的气息我觉得展露真实的你们，以及跟周围去展露你们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实力和状态在未来几个月当中，对待第二副组牌朋友来讲其实是非常有利的。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也不需要再隐藏了。如果你们需要去一览无余的展现你们的高光的状态然后去发生行动，去在舞台上也好，在人群当中展现自己，你们的理论创造，你们的领导能力和天赋会被人看到。第二组朋友远行运很好出行运也很不错，创造运也很好。所以呢，当打破了当下的一些比如说旧有的这些障碍和结界，当你们寻找新的机会的时候，往往幸运是垂青于你们的。我看到祖先和指导灵在后面为大家加油呐喊，而且你们的号角即将吹响。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你们在出发的时候你们不会再困在自己在旧有的状态里边了。在情感上也是一样的，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拥有新的机会。哇，我们这个牌飞起来
好，我们看到是 Ten of Cups 圣杯10号啊，也就是说一些朋友，我觉得在社交的场所和场合当中，其实有人在等待你们，有人需要你们啊，有人看到你身上的光芒，所以你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神秘感，然后当下这个阶段有可能有点琐事缠身呢，没有办法去大展拳脚，或者说展现魅力啊，散发魅力的时刻。而我觉得你们轻轻的散发魅力呢，很多人有可能都会去为你们鼓掌，或者说为你们所震惊，或者说为你们所心颤啊。一些朋友在未来的社交啊，还有就是工作以及合作场合，有机会遇见非常闪亮的人啊。然后我看到只有一个就是标志，或者只有一个 sign 是非常明显的，跟你们相辅相成的人，或者跟你们走到一起的人，一定是身上的能量非常明亮，有光环，而且有可能非常的有乐天的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不屈于人下，灵感四射，才华横溢，阳光的美，我看到这样的气息啊，所以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觉得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们的情感关系在当下难以突破，或者说你没有喜欢的人，但是跟对方呢处在一个非敌非友的亦敌亦恋人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旧人的话，我认为这个人有可能跟你是有竞争心理的，他有可能在内心当中嫉妒以及想要超越你这个是一些隐藏的线啊，没有关系。宇宙和指导灵在告诉我们，无论在外界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对象，代表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能量当下是怎样的，所以超越自己是势在必行的。而且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周围是否对你们有误判有压抑，你们越是需要去阳光的展露自己，你们的整体意念，你们的主观意念和意志力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裹挟和打倒。如果一些朋友会觉得现在缺乏机会啊，在未来4个月左右机会会出现，而且会有非常有可能是有资源有实力有权力的人士或者是组织企业会接近到我们第二组朋友。第二组朋友如果求职的话应该是大企业啊，然后你们应该有可能会有机会去崭露头角，展现自己在一些合作当中。当然我觉得感情运啊，随着你们这个能量的声望，桃花会变得越来越好。不过这一步我看到大家所遇见的是正桃花，有可能会跟我们去真正进入恋情关系，有可能这样的人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合作者、家人等等。所以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吗？ Emperor， 我们看到皇后牌，这边是国王牌，我们看到金币王后， Nine of Cups，Six of Wands and the Hermit in reverse。 第二组朋友，你们要完全的认知你身上的价值和优点在哪里，你的实力和魅力在哪里，你的美和丰盛在哪里。我觉得在当下有可能一些朋友在认知中，但是更多朋友你们其实是内敛的收敛的，而且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去认知到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世界是以你的存在为依存，以你的视野的存在为依存组合成的。我们的双眼目及之处啊，这个能量会组合成画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看到什么，我们在触碰到什么，我们在理解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心外无物啊，那我们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第二组朋友，你其实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较，你的心外，你所认知到的这个视野范围以外，没有什么你要去探知的，你要去活成最高版本你的样子，你足够的丰盛和足够的拥有祖先的庇佑和福德。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让你不满意的事情，让你挫败的事情，其实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里边，你们欠缺了对于自我价值的完全理解。你是胜利方，不管去经历什么样的失败，你都是胜利方。我相信当你们去完全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你们的实力和能量会得以真正的发挥，而且你们背后有祖先的支持，我看到祖先在保障你们的物质。所以呢，你们有可能在当下处在了有点孤单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在物质上在事业上是可以得到丰盛的。为什么？有可能先立业后成家之类的啊，这个顺序在我们的事业当中是这样发生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是当时间对了，我看到安排给你们的人是恰如其分的好，而且呢跟你有可能是神圣伴侣，有着重要渊源的人有可能会被安排到你们未来的剧本当中。这个需要我们第二组的朋友首先认知你们的价值和你们的能量啊，你们值得这一切，
啊，然后再去产生进一步的行动和变化。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未来财运会变好啊，还有就是过去的一些失败是不要再计较，不需要再复刻旧有的失败经验到我们的世界里边，因为当下的你就是新的，这也是一个新的篇章，好吗？其他的我认为不需要过度自省啊，祖先和指导灵看到其实你们做的足够好，哪怕在某一些阶段当中你们是欠缺一些经验的，不过这个经验的获得有可能就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花费一定的精力啊，这个是我们固定的学费，然后这个学费不是让我们反复的进行担忧和自我的这个折磨怀疑，相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熟稔，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那这一组里边看到的这个星座能量啊，摩羯、金牛、处女座、土象星座啊，还有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秤座。好，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天蝎特质的朋友啊，这跟上组蛮像的，会来到这一组。各位朋友呢，身上就是天蝎特质拉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权杖的。各位朋友是火象星座的，我狮子座啊、牡羊座这一类啊，能量比较强，就是在阳性的能量上是比较强的。这个阳性能量强不是男性化啊，是行动力啊、创造力、担当、责任感比较强的能量。好，然后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其实是在意输赢的，然后你们其实是有这个胜负心啊，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自尊心的。然后如何去捍卫和如何去成长啊？首先我认为你们就是有能力去达成你们想要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必要过度彰显，有的时候彰显什么代表我们缺憾什么。那如何去修复我们内心这个缺憾呢？ Hunger 啊，我们看到是饥饿感。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这个饥饿感其实代表了一定的欲求，也代表了我们去展露真实的自己。但是呢，我看到其实在你们内在啊，产生这个饥饿感的缘由是有可能慌了一阵子，或者说孤单了一阵子，或者说失败了一阵子，平庸了一阵子，让你们去产生的这种不满足或者说欠缺的感觉。这个感觉在未来当你们投入新的生活，当你们开始去有一定的行动和改变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被补足。然后还是一样，不以过去的成败论英雄啊，因为你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新的章节了。我认为在未来的1到4月之间，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将重新的充满光亮，你们将会重新的坐回宝座然后你们将会去展现你们与众不同的一面，这一面全部都是以丰盛为载体的，好吗？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祖先呢，不管是神圣阴性还是阳性能量，都在声望你们在三维事业当中的可以说是发展和 grounding 啊，就是扎根。所以这个 grounding 也会帮助你们去很扎实的、很踏实的做人类啊。我们去衣食住行，我们去有这个生活，有生产，有活动，然后有爱，有美，也有互相的滋养，好吗？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方面，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讯息？那第一张我们可以看到9号牌，我们刚刚所讲啊，我们看到 Eagle 鹰的形象。好，我们看到旷野上的狼啊，天空中的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啊，绝非这个凡夫俗子，所以有看到你们其实内在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去达成人生的使命以及升格上升。我们看到数字啊，29号、9号，这个 11也是一个2，或者说这个数字其实都指向了9和11的一个能量。一些朋友你们是有 Twin Flame 的啊，如果是 Twin Flame 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卡牌当中的解释就是不执着于这个三维世界你们的聚与合，你们要各自的去完整和丰盛，才能够完成这个聚合。这一世可不可以？从牌里边来讲是可以的，不过你们需要的是一种自我的锤炼。当下呢，有可能要各自，比如说有分离期啊，各自去旅行一个阶段，各自去成长一个阶段。这并不代表你们的灵魂在分开，你们的灵魂在漠视彼此，相反是代表你们的灵魂在走向彼此的这个路上。这个鹰的卡牌，我们看讯息啊 ，You will soar towards your destiny with greater clarity and strength。你将会朝着你人生的固定的这个使命啊，固定的这个宿命的伟大的方向，去更加清晰、更加有能量的飞翔翱翔
啊 ，You will soar， 你将会在天空中翱翔。我们看到翱翔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天地啊，天地一体，我们可以看到山川风景啊，然后这个下面有可能是这个荒漠啊，也有可能是充满水源的绿洲。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风景上来讲，你们将会有全新的不一样的视野啊，有可能会从过去的一种匮乏或者说枯燥的一个景观一个状态里边，飞翔到相对来讲然后充满了奇迹，充满了可以说特别的意味，然后为你们所打造的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机会其实是非常大和非常明显的。然后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种不屈和自我的体现，其实非常美。这个其实是天地造化出来你们身上独有的特点和优势啊，然后我们一定是接受它和善用它的。第二章我们也看到这个讯息 Traveler moving a new direction， 搬家搬到一个新的领域到一个新的地方，在三维世界里边算是到新的城市到新的国度去发展自我。从这个卡牌里边也比较明显，我们的鹰在穿越，有可能是自然的境界或者是国境等等。所以一些朋友其实你们在未来呢会有比较好的出行运，然后在这个出行的过程里边也会得到机会，得到自我的发展，会找回自己，或者说你们的这种独立其实会让你们去更好的感受自己，感受作为一个三维的人类我们可以去成就，我们可以去达成，然后我们可以去经验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并不是单纯的飞鸟比如说你们没有家，没有港湾，相反我觉得这个三维世界会帮你制造非常美好的港湾，让你可以去着陆让你可以安全的归港，可以有一个非常温馨和美好的家园和归属作为一个这个旅行者、穿越者、游历者你们可以去体验和记载，然后可以传递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第二组朋友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完成你们人生中一定的使命，然后宇宙在支持和滋养着你们让你们可以在神圣的旅途当中呢去找到自我，然后强而有力的去穿越这一切。我觉得这一切其实也是你们的高我非常良善的一个安排。那祝福我们第二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在我们这个满月到来的之际，好明年呢在下一轮新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新年度了在这个跨年的阶段，我们也更良好的去感受自我，疗愈自我，然后呢体现自我。我觉得胜利呢站在你们这一边的，宇宙也在保障我们第二副组牌朋友全情的胜利和全情的自我感知。再次的祝福大家，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个绿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年尾最后一轮满月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满月到来之时，祖先和指导灵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以及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绿色天然石，首先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37号 Harvest Moon， 好，丰收之满月Fruition 结果，或者说我们这边有一些完成性的消息有一些喜讯。我们可以看到在女神的头顶有一轮丰收的皇冠，有没有？这个上面全部都是我们之前呢有可能是播撒的这些种子形成的果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可爱的小鸟蜜蜂等等正在去通过跟我们去进行连结，然后去散发这些好消息有可能口口相传我们的一些成就和成功，或者说呢在帮助我们去庆祝当下的喜悦。那第三组的朋友有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任务，也是一个丰收的时节年尾到了，我们可以去丰收一年播种的时节了，也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去做总结，做再一次的这个铺陈，那并且呢为我们新的一个年度去做一些新的计划。我看到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很多朋友能够感受到宇宙赠送给我们或者说馈赠给我们的种种成就的欣喜。当然这些果实全部都是第三副组牌朋友通过你们的双手，通过你们的意识和意念一点一滴的成就，一点一滴的积累，
然后去完成和填写下来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所以呢，其实第三副左牌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无论你们完成了什么，是小有成就也好，还是今年完成了一件大事，有个别的朋友会说，我当下还走在路上，我没有感受到我有那么多的成就和成功，有些事情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磕绊和事与愿违。那这边呢，宇宙给我们的一些好的信号和消息就已经体现出来了。37号代表了在未来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去累积这个收获的消息，并且呢，可以在三维世界当中收获这个完成式的或者说丰收式的一个体验。有更多朋友看到这个事件将会发生在这个满月过后，比如说过后的3个星期到1个月之间，这个好的消息无论是大是小，无论是一件大事的达成，还是一些就我们刚刚所讲小有所成嘛，都是一个最好的信号。然后正在去提醒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你们会更快的、更好的、更加大量的去收获过去播种种子和播种意念、播种善念和祈愿所给我们带来的美好收获。那我觉得这个丰收的女神还有月之女神也正在去提醒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值得收获的，你们是非常丰盛和充盈的个体，从灵魂的层面上来讲，你们将会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和成果。所以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滋养和帮助我们第三组朋友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当下如果有一些待办事件要完成要整理大家可以抓住最近的2到3个星期或者说最近的1个月还有少数朋友，我看到你们在思维和思想上是有提升和成长的，在顶轮打开的过程里边，你们会收到更多讯息和更多的提示以及祝福。我们这边这个果实也是卫冕的王冠在物质上的收获和精神上的收获，双重的喜悦也会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看到，你们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在这个调整频率、提升频率、地球跟5维度合一的阶段，你们一定是非常快速、非常先进以及非常高效率在完成这次转折的。你们将会收到宇宙给予你们非常好的赞美、赞赏和礼物，甚至是呢在身份和地位上的更美好的一种展露非常不错的一轮月亮首先祝福我们第三组朋友。那我们看一下副牌，我们抽到的是23号，我们看到是 thought vibrations 我们的思维的频率我们思维的这个信号就是思维的提升嘛，频率的提升在这个能量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大脑在我们头顶轮的这个附近有非常明显的5颜6色的彩虹一般丰盛和收获的色彩。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在头脑这个频率上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次提升。我们大脑呢正在看连接卫星，或者说连接我们这个地球另外的一些部分。所以更多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这个意识和思维正在非常高的进行这个空间上或者时间上的跨越，对，你们会破掉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去取得非常高维度的智慧。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信息resonate choices signature signals 好吗？我们可以看到同步的一些思维，同频的一些可以说选择和巧合好吗？我们可以看到标记一些属于我们的信号和签名等等有可能我们会在同频共振一些意识，并且将这些意识传播出去。所以这张牌其实是非常神奇一张卡牌。第三组朋友，什么是你们最近可以体现出来的一种完成和进步以及收获？在更高的程度上，你们的收获其实是思维和频率的调节、维度的提高和合一这种共振呢，会帮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到达更加丰盛的一个状态当中。在维度上呢，有可能是升维提升我们的思维视野和格局，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而且我们大脑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管是思考还是连接还是传递以及酝酿或者说转化这些神经元，转化这些可以说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触到，这是色声香味触法进入我们灵魂真正的界面。所以第三组朋友，无论最近你们在看到、听到、学到、感受到什么，这只是表象，在内在你们在完成的转换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工程。当然我们并不需要为这个工程去额外的使出什么样的努力，比如说我是应该有意识的进入某一种修行，进入某一种提炼吗？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又放出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呢？我看到你们的高我会告诉你们一切，
第三组朋友也有一种思维合一的感觉啊，你们有可能跟跨文化的、跨维度的，或者说是跨灵性界面的一些灵魂或文明在产生着连接。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当下在思考和再去衍生出来的能量其实是非常伟大以及非常闪光，有可能在未来呢可以作用到你们的生活，也可以帮助到你们的周围变得更加丰盛。这个意识频率的提升啊，其实在当下的宇宙整体都在提升，我们这个地球当然也参与了这个提升。所以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有可能是这个提升的重点的试点和重点的这个灵魂个体。在这一次啊，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三维星球的纪年是2025年嘛，然后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记啊是比如说进入水瓶时代，进入这个九子离火时代等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我相信在未来第三组朋友，你们可以感受到你们的思想、你们的价值观念、你们的感受，甚至是在三维世界里边我们这个衣食起居啊种种习惯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深远的，并且这代表了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是你们正在内在去重新创造自我，重新的改写自我，并且你们在很高程度的提升自我。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有新鲜科技的涌入的不管是在 AI 还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一次变革。不过在这个变革当中我们更加尊重的是人性本身，这个灵魂本身要去挑战的功课。那在外在我们用什么样的术法，我们用什么样的法门，我们用什么样的技巧技术等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大脑在完成什么样的一次可以说震动上的不一样的全面的提升。所以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你们是速度非常快的。我看到你们会在最近看到更多的共识性，你们会看到更多的不管是天使数字，还是说你们直接通过数字以外，你们会得到直接的信息。紧接着我看到你们在完成一次思维的维度上的提升，有可能最近你们会觉得有一种豁然一新的感觉，豁然开朗的感觉，你们也会有一种思维比较活跃闪光，然后正在打算去创造一些什么这样的一些计划和目标等等。这个丰收的月亮也是创造的月亮会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什么，并且找到一个新的起点再次出发。所以说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下面我们洗牌看一下我们的主牌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我们看一下我们 Tarot 给予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Queen of Wands 第一张就是权杖王后下面继续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什么。 Four of Swords Ten of Cups 好，继续看一下。好， Page of Wands 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的逆位。我们看到两个权杖人物牌我们继续抽牌看一下。好， Five of Cups 圣杯5号的正位，我们继续抽牌。Knight of Cups King of Wands 我们这个卡牌转到正面我们就采用正面的结果。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什么样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呢？好，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Five of Swords in reverse 权杖宝剑5号的逆位。这边我们有圣杯5号的逆位两颗5号牌。继续看一下 Seven of Pentacles 金币7号，然后这边是 The Hanged Man 吊人牌的逆位。好，大约我们可以去整合这些信息啦。第三组朋友，祖先指导灵在告诉我们什么呀？当这个丰收之满月到来的时候，当我们的思维意识和频率振动都在提升或完成了一次提升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将会出现什么呢？我看到我们这个思维的提升会引来一次新的团聚，所以一些朋友，你们的灵魂家人、你们的灵魂伴侣、你们的眷属将会降临到你们的世界，有可能过去的一些纷争和复杂嘈杂的一些局面将会被解除。第三组朋友在未来将会体验和感受到和谐、美好和平静的一个时间段的到来。这个时间段呢，也将是长线的
有可能是1年、2年、3年，甚至是呢在这个水瓶时代的20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革新变化非同寻常啊，然后夺人眼球的一个可以说是时代，也是可以说是世代。所以当这个世代到来时候，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这种质朴啊、平静，有可能在三维世界和人类当下的社会不一定很高程度的产生，但是我们有可能更多的会向内去求啊，让这种平静，让这种快乐和美感在我们内心里边去升腾，并且形成一个全面的人类意识。所以说我们的人类意识当下在翻新。那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就是先驱者。首先你们在自我的灵魂的成就和提升上已经完成了这一次的革新，你们会更多的去寻求啊，有可能是意识上的丰盛和美好，并且呢将这种智慧和快乐以及非常高级的高阶的创造能力传达给周围的人。所以在未来我看到你们有能力和机会去建设非常美好和和谐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解释这么多？因为当下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有可能并非和谐，或者说我们要讲这样的一个概况啊，一个蓝图，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当下发生的这个纷争啊，发生的一些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了我们的社会、我们自然环境、我们所遇见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局势问题等，全部都一样。但是在第三组当中，我看到你们所处的地方是5维度，所以你们可以去体验的是不同于比如说普罗大众的，或者不同于更多的人类共业的美好的一个篇章，并且你们可以做这个篇章的引路者、领军人物，或者说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祖先和指导灵给予了你们非常强烈的祝福，然后我看到这个祝福背后也是有期待的，期待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可以将你们的思维、将你们的频率和能量扩散出去，去帮助和影响，以及影射到更多的环境和更多的人。我认为很多第三木组白的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啊，你们会发现生活现在会出现一些美好的小确幸，而且会有一些正向的人事物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改变。过去我们担心的一些问题和琐事在被逐渐解决的基础上，你们也会变得更加耐心。比如以前一些影响到我们、让我们焦虑和紧张、愤懑的事情，当下反而我们不再在意，我们会把它当成过去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在前几年，有可能我会在意的是一些事情，当下我完全不会在意，我只在乎这个事件解决的状况本身，我只在乎我的播种被显化的程度，或者说我只在乎当下我周围以及我的身心灵状态是否是平和的。以这样的一个姿态，我认为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是非常就是先进的，或者说走在非常前面的修行人，并且我看到其实你们的内在是会给自己留一部分的空间的，这一部分的空间就是修行。所以当你们去历经一切的时候，也会在内在去产生一个修行的根本。比如说我在经历了一些事物上的改变、事业上的改变、情感上的改变，我在专注的并不是这个改变的本身，表象上来讲聚散离合，还是我有没有得到机会、得到金钱，我在意的是这个背后我在投注什么，我是否能够去护住我的每一个念头啊，并且能够在这个背后去取得长足的灵魂上的成长和进展。所以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所投射的一系列的想法将会非常实在的在生活当中给予大家回馈，你们的修行和你们心灵的这个成长层次和体验度将会变得非常高。而且我看到其实你们会非常耐心的长足在这个部分去不断的播种和不断的收获。宇宙希望我们第三组朋友可以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耐心，然后不为了当下短暂的一些得与失、聚散离合而产生过度的一个情绪。因为我们有圣杯5嘛，圣杯牌代表情绪啊，我们有圣杯5和圣杯10号。其实在整体的事件上来讲啊，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收获，你们会成功，你们会幸福的。但有可能某一个当下我们的心脏漏了一拍，某一些事情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有一些困住、阻碍，或者说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个其实在三维世界当中是常有的。可以说古人讲啊，人生不如意啊，十之有8、9。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第三组朋友的这个意念的提升、思维频率的提升，我们可以将这个十之有8、9改成十之有4、5、十之有3、4，
那这个不如意的部分呢，就变成了30%变40%，而更加如意的部分其实是能够让我们在内心里边去平衡我们的所得，去理解我们的所得其实是我们心念的一种回馈，并且将正向的心念传递给我们自身以及周围的环境，这一切将会以更好的方式被书写。那第三组朋友看到有缘的人将会来到你们的世界啊，所以在人际关系和感情运上将会提升。如果一些朋友当下已经不打算再等了，或旧有的一些情感经历和遭遇让我们感受到如履薄冰啊，我看到宝剑4和宝剑5的逆位代表了那个阶段将会很快的过去。在未来的4到5周，很多朋友你们将会迎来心态上的转变，然后我觉得从过去的积极，然后到了一种躁动，然后到了未来的一种平衡和耐心以及细致，宇宙会就是一刻不停的给我们输送能量啊，让我们的内在充满了正向的信念。吊人牌的逆位其实也是一个修行和静待的卡牌，有些事情有可能会延期，但是不会迟到。当我们看到圣杯5的时候，我认为有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去停止内心的这个沙漏，就如果有一些缺漏的话，是什么让我们有不满足的感觉，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我们在损失时间，在丧失某一些机会，在没有办法幸福和快乐啊，这个缺漏需要被及时的堵住和整理。所以未来3个月是个查缺补漏的阶段，宇宙天使和指导灵会帮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迅速的找到我们新的缺漏。我们新的漏洞是什么？其实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会有业力，然后我们有6根6尘嘛，就是当我们去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自动的去成长成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成长成为一个果实的样子，成长成葡萄的样子，成长成小鸟的样子这些样子都会阻碍我们，让我们在某一个部分，比如说小鸟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像鱼一样可以潜水，那如果是苹果的话，我们是圆的，我们就不可能长成方的，我们就是红色的，我们不可能变成蓝色的，所以我们内心肯定是会缺一点什么。而灵魂其实是全知全能的，灵魂是本自具足啊，本来就圆满的。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圆满，一定是回归到我们的本心，理解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当这个理解产生，当这个信念产生的时候，这一切没有缺漏，好吗？把这个信息送给大家，相信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完全 get 到这个点，而且呢，在内在去做出极其正向的变化。我看到这个变化改变了之后啊，你周围的人将会被影响，你在吸引的事情将会以你想要的方式产生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会可以说领悟然后开悟之后再不断的去求证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不一样的阶段，不一样的风景。那我看到一些朋友过去这个阶段有可能失去了爱情，有可能你们失去了某一些机会，有可能你们会有一种在三维世界的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追求还是情爱的追求上，你们会有点想控制住自己，这个其实也是会产生一定的佛心想要淡了。不过我看到宇宙在为第三组朋友设置非常美好的，可以说是高维度的立体的合一的旅程。所以不管过去我们失去的是爱情，失去的是比如说是良好的机会，自我展露的机会，还是失去的是比如说看这个世界，连接这个世界的机会，你们都会被重新的给予过去失去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首先来到你们世界的人应该是爱人，或者说让你们感受到满足的人。如果一些朋友会说我当下就是没有在追求感情，那来到你们世界的这个机会应该就是丰盛和探索的机会了。权杖3号其实代表的也是向前去，可以说是做计划然后去展望未来的这个雄心壮志凌云。重新拥有这种壮志凌云的视野本身也是一个福报，我们可以看到更远，看到更多，甚至可以去做计划和做选择。那金币9号和宝剑8号的卡牌也非常的好，其实这个代表了过去失去什么，首先宇宙会把它化为有可能是丰盛，有可能是财富，有可能是更高机遇的方式来补足我们第三组朋友。那出现的宝剑8号也代表了其实你们并不需要想的更多，你们只需要做好当下的一系列的安排和规划，这个转变会自动产生。好，我认为在过去的2到3个月之间曾经离别过，分过手，曾经失去过什么的朋友，在未来很大的程度会重新的收回你失去的领地。这个时间应该是3到4个月左右。当然也有些朋友看到会有复合的消息和再联络的消息，这个代表了当你们的意识提高了，对方有可能会跟你同频共振，发生更美好的连接和组合，那我们完全敞开和接受这个组合。如果说我们的意识提高了，对方没有随之而来的跟我们发生变化，那他有可能停留在过去这个
不一定是过去啊，当下我们有这个3维世界，也有这个5维世界，有可能他会在3维的界面继续去修行。我觉得第三组朋友，无论你们在等待什么，无论你们在许愿和计划的是什么，宇宙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就是付出会有回报，然后呢就是你们会感受到耐心会有馈赠。有可能一些东西在第三组朋友的世界里边是有一点迟到的，我看到有延迟的信息但第三组朋友你们一定会获得，就是当对的时间到来了，一切的事物将会顺向的发生和进行。你们内心中真实的比如说愿望、期待和欲望会被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下一些朋友，你们暂时的会有一些落单，暂时的会有一些枯燥，或暂时的会有一些在物质世界、在经济上、在现实条件当中的一些紧张。但是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并不匮乏，我没有看到你们身上有匮乏感，有可能内心中有一个缺漏是你们对待这个3维世界的疑惑和疑问，因为毕竟我们在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体验。不过我看到第三组朋友你们其实是可以破幻的，你们理解到什么事情是幻，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色彩，我们在3维世界当中的全部的体验，我们今日通过灵魂的界面通过卡牌的这种连接，有可能都是我们幻想或者说幻知幻觉的一部分。不过这个部分当中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存在，就是我们灵魂真正的最高级的一个寻觅和所求。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看在未来的1到3个月之间除了在灵性和思想上不断的进步和提升，你们在物质世界一定会有不错的可以说是获得收获。所以我看到偏财运也好还是正财运也好，在未来1到3个月都会变得更加稳定。大家呢可以沉着行事。还有我看到一些朋友周围的人打算影响你们，有一些周围的人想影响你们，不管是旧的恋人还是你的家人还是同事朋友，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有人想影响你们，原因在于这也是一场考验吧，算是一场考验。当我们升维了之后，考验还是在继续的。再者就是有可能周围的人和你的意念是不同的、不匹配的，所以他们有可能想要去改变你和震动你。对于第三组朋友来讲呢，淡定的面对考验扎实的站在你的维度，站在你的领域里边去继续丰收。我认为在你不断提升的过程里边，你周围的人事物在更新换代更迭，一定会有跟你频率非常符合的合作方、伴侣、理解你的人来到你的世界当中。这个孤单是暂时的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在过去你们有比如说被借钱被借款之类的，有可能在未来的1到3个月有人会主动还给你们一些什么，或主动馈赠给你一些什么，这个是一个平衡法则。所以我觉得一些事情本身的处理呢并不重要，就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还给我这个钱和这个情，而是宇宙会统一的去发放给你们相等的能量，让我们第三组朋友处在一个持续丰盛和丰收的状态。还有一些消息第三组朋友有人爱你们，我看到在某一些角落里边有人在暗恋你们，或打算进入你们的世界，对方还在徘徊。那各位朋友会说，哇，我感觉到已经徘徊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爱情的号码牌可以在我这边的兑换成现实？这个时间就快要到了。我认为这个人为什么在徘徊，因为他是你的前世恋人，你们有可能要经历各自的业力课题，才能够去达成连结、结合和走向彼此世界的这一个指标这个之前你们要完成自己的一些课题的。所以这个前世恋人或者说要经历一些业力组合的这个人选应该在当下就已经有被准备好，或者说对方有在认真去做这个准备然后大家稍安勿躁一点，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点，我看到是1到3个月过后，明年的1到3月，在情感上一些朋友会有突破和成长然后我又看到有灵魂伴侣的可以说是重聚重聚代表了有一些朋友你见过这个灵魂伴侣，他是你的前任，他是你爱着的某一人，也有些朋友这是你前世非常重要的人，他将会以对的姿态来到你的世界，对你进行邀请和邀约。有各位朋友不乏你们会有一些文化上的、空间上的差异、地理上的差异，有可能是异地，有可能是遥远的文化，有可能你们会隔着一些什么，但是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阻隔。在你提升了意识之后，没有任何的阻隔是实在存在的。只要你们可以去打破阻隔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不把这个当成阻隔我们只把它当成对方的一个条件和当下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这些问题将会被3维世界自动的清除。所以这是非常
有趣和非常值得去实证一下的啊机制，好吗？还有我看到有些朋友，这个是旧的恋人啊，忘记不了你的人，在你世界的周边，在你世界的边界，正在去吸引和显化你。所以第三组朋友，我看到你们其实是被喜爱、被渴望，还有就是有点触不可及的感觉，触不可及的状态啊。为什么有遥不可及的状态？因为你们的意识正在提高，你们有可能在忙着属于你们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并不是孤单的，而且呢，情感这件事情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在你们比如说我们提升了之后，难道就要孤陋寡人？难道就要不停的去修行？难道就要这样去度过我们的这个100年的3维生命吗？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修行越是丰盛，越是丰富，我们所对境的人事物就会越多。就像你啊，当下有可能完成了一些什么，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在果实当中，我们有新的种子嘛，会落到大地上，会重新被可以说啊，日晒雨淋啊，吸收营养啊，然后达成一个新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重新去缔结缘分啊，重新结缘，跟这个3维世界呢结善缘。那我们也可以用善念的方式啊，保护住我们的善念，然后用更好的方式去投射出未来我们想要去经历的，这个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信念。那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合作关系、你们的情感关系、人际关系和你们的物质世界的这个丰收啊，其实是绝对可以被显化出来的，而且速度是很快的。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宇宙在提醒大家，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有人在用物质的方式去考验你们，就说你要想到的是金钱，你要想到的是利益，你要想到的是我怎么样啊，比如说就是自我或自私的一些本色等等啊。第3组朋友，你们其实是已经经受过这些考验的人，你们已经是到达了下一个阶段的人，所以我看到他们的这些可以说是 murmur 啊，碎念啊，或者说他们的一些影响根本就打动不了我们。那在这个部分啊，你们是以愚人的一个状态起跳，并且有圣杯2号，这代表了你们将会以新的方式去连接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你们将会结缘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你们将会遇见灵魂的伴侣去陪伴你，所以能够陪伴我们第3副组牌朋友啊，可想而知能量也是非常高的。好，我认为第3组朋友，你们在未来会缔结新的一些合作方式，或者说新的结缘的方式，有可能个别的朋友你们将会有异地的，或者说跨国的姻缘呐，一些有可能会跨越性别的去连接你的灵魂伴侣，但是这个形式已经在新的时代不再重要了。虽然说我们的一些行为不能违抗和违反天命和天道给我们带来这个规则，这也是宇宙的规则，但是我看到只要是敞开心轮，有善的意念，以新的方式，何尝不可？我看到这个宇宙天地在接纳第3副组牌的朋友成为自己，也正在帮助你们变得更加丰盛。我看到你们的丰盛值啊，不管是情感还是物质的，还是身体上的这个建设啊，这种青春焕发，这些美好的影响力都是会被保证的。那我认为唯一可以提醒我们第3组朋友就是慢点来啊，可以慢慢来。当我们已经提高到某一种思想维度啊，这个我们的个人的频率指数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有可能非常需要的就是一步到位，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要在过程当中去练，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验，这些体验和这些试炼也是不可替代的。我认为宇宙和我们这个指导灵和天使的意图是非常美好的，是希望我们站在不停的通过这个试炼，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美好的世界。祝福我们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那在星座上来讲呢，这边火象星座啊，牡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天蝎座在这一组啊，巨蟹、双鱼也会有，还有各位朋友身上有风象星座的特质啊，或者说有这个天王星的这个水瓶世代的特质，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思维意识上也好，还是你们在灵魂的状态上来讲是无限自由的，所以未来想显化什么样的功课，比如说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需要哪样的组织团体，我们去服务哪些人，我们去跟哪些人结缘，并且呢去利益和帮助，还有就是爱哪些人，都是你们的自由选择，因为你们已经提平了。所以呢，在前路上来讲，你们会以新的方式不可复刻的去显化属于你们的一切，这一切其实没有定数。就如果当我们投身在3维世界，我们的生辰时日啊，会形成星盘也好，八字也罢，
紫微斗数吧，我们都会有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个性色彩，这个是底色啊，我们这个色彩底盘。但是当你们一旦达到了觉悟和觉醒的状态，就会有一个起点，会让我们这个世界全部与众不同。你们会在平行世界当中体验一个完全属于你们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不断提升我们的思想维度的过程里边呢，收到的附加的可以说是礼赠啊，附加的可以说是礼券，也是宇宙的祝福也同样的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呢，打开我们的心轮，打开我们头顶轮，去进行这个美好的连接。有更多朋友，你们的能量在转换成为这个 rainbow 彩虹的能量，从过去的这个震动里边，你们将会打开自我，你们将会迎向一个就是新的水平时代，有更多的这个 rainbow 小孩或者 rainbow 的频率将会出现，跳跃多变然后在不同的能量层级里边都体验出同样的创新。你们会舍弃一些旧有的或者说频率慢的，或者说过度三维的一些评判机制和状态，这就是彩虹的能量的体现。我看到你们的身上有彩虹的能量，彩虹当然也代表奇迹也代表与众不同。好，代表了你们的双手，你们大脑将会去创意和创造出非常新鲜的可以让人感受到美好的频率，所以非常的祝福以及非常的鼓励支持我们第三副组牌朋友去做创造、做创作、做创想，去显化，好吗？好，这个创作不一定在事业上，我们一定要做创作做设计，你们可以去大胆的为你们的未来进行可以说是填空题着想补充或者是直接的显化和许愿，投射你们的愿望、善的意念，好吗？ OK， 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我们第一张牌看到的是，我们看到这个Angels and Ancestor Oracle， 我们看到是天使和祖先神谕卡给我们了一张什么蛇Snake Shed Old Skin 蜕皮。 By the way， 我们明年就迎来了青蛇年我们看到一只青蛇的这个符号在这个卡牌当中，在这个蛇的年份也是一个火的能量集中的体现，配合这朵花，配合我们这么多的果实。第三组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宇宙在保证你们在未来这个新年到来的时候有与众不同的蜕变，因为我们蜕皮了，并且呢，蛇的能量其实也代表了历旧而迎新嘛，就历劫之后我们会迎来新的转变。有些朋友怕蛇，但是我看到其实蛇的能量对大家是友善的，也能够帮助大家去用新的视角转变、转化我们能量，迎接新的一切。其实蛇在我们这个古代的神话当中经常出现然后我们会有蛟龙嘛，就是蛇要蜕变成龙然后有可能要历劫要越过龙门会有这样的神话传说。我们这个伏羲女娲等等也有这个人身蛇尾的这样的形象，在其他的文化当中我们也有这个蛇的这个符号的体现。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圣经我们这个北欧的文化当中呢，蛇也是吸引原始的灵魂去吃知善恶果的这样的一个形象。by the way， 我们这边有没有看到果实也就是说其实果实代表了一种思维上的觉醒，有可能也代表了一个比如说小我的产生，或者说人类的这个社会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引起一定程度的就是说提点和提示。这个提点没有危险，或者说没有安全与危险的区分，代表的大多数都是高级智慧的降临。所以我认为第三组朋友你们可以去同频共振还有就是感受和接触到高维智慧在带给我们什么。这个是上古上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在埃及的文化当中我们也见证和见识过一些跟蛇相关的图腾和符号。那我们把这个蜕皮和就是历旧更新并且这个吉祥，然后在蛇的年度当中可以去感受和变化提频的信息送给大家。第二张牌我们看到11号 flowers 花朵，有没有看到花果很好的信息Be generous, success and emotional fulfillment are yours， 好吗？也就是说慷慨、成功、情感上的丰盛、愿望达成是属于我们第三组朋友的。
好，我们这个宇宙再送给我们第3组朋友鲜花果盘，好吗？然后也送给大家，这边有小鸟和蜜蜂等等啊，成功的丰收的喜悦和喜讯。所以我看到宇宙在送给大家单纯的祝福和爱，为什么？因为你们处在一个高频状态，宇宙绝对不会用苛责和苛待的方式让大家在3维世界当中去体验和度过，你们将会通过这种智慧和思维的提升，去感受到更美好的、更高质量的、更高品质的丰盛感。这个丰盛感来源于精神，作用于物质，这一切将会成为一个美好完整的演绎。在这里祝福我们第3副组白的朋友，可以丰盛的、成功的、满足的、心安的接受新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一切。祝福大家可以收获完整的一个，可以说毕业礼，或者说宇宙给予我们的礼赞。那并且呢，在意识上，在我们的能量上都向更高的方向提升，在提升的过程里边去结缘和遇见美好而丰盛的灵魂以及际遇。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希望可以带给我们第3副组白朋友确切的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也带给大家疗愈的，然后鼓励的能量。然后再次的祝福大家。我们今天所有卡牌看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